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崔英俊有可能向你要抚养费。抚养费？谁养谁呀？他要有脸要。谁让你的资产跟收入都高他那么多？你看着吧，在未来，离婚案女人倒找给男人抚养费的事情会越来越多。未来的事情我管不着，可眼下，崔英俊必须净身出户，1毛钱都别想带走。从个人情感上，我还真不希望崔英俊能占你的便宜。但作为律师，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，这净身出户的官司真是不太好打。不好打也得打，崔英俊必须受到惩罚。那你手上还有其他证据吗？这些还不够吗？这远远不够。就凭这几张照片，崔英俊会做出其他解释。你又没有第三方证人，也没有音频、视频，法庭采信的可能性会非常低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些渣男们反而还逍遥自在了。其实，法律上判定过错方有2个标准：一，婚内重婚，他没这个胆。那就是2了，有证据证明过错方与第三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。我说的你能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董小鹏，今年25岁，明通股份 CEO 董天惠的独生子。生父在他2岁的时候就跟董天惠离婚了，从此再无往来。董小鹏也随之改了母姓。大学毕业后，先后进入3家公司，但没到半年就辞职了。他名下还有一家贸易公司，但经营情况显示是暂停。目前了解的情况只有这些。交警队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虽然我无权调用车辆照片，但他们明确地告诉我，今天凌晨那起豪车撞伤外卖员的肇事车辆是一辆白色的超跑，车号是沪 BT5788，车主正是董小鹏。董小鹏涉嫌肇事逃逸，性质比较恶劣，警方也通知了他的家人，如果能找到他，希望他能自首。警方已经立案调查，对董小鹏进行全面搜捕。另外，警方也愿意咱们配合去找人。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找人业务，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，这就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。所以，董天惠会来找我们。董小鹏平时去的地方都查了吗？董小鹏喜欢玩游戏，他经常去的几家高档网吧我都去问过了，那边的人都认识他，说他是网络游戏高手，但这2天没有去。其他关系查了吗？小鹏家的亲朋好友本来就不太多，目前为止我只联系到了3个人。第一个是他们家的保姆，小鹏昨天晚上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，剩下的他也不知道。第2个是他们家的司机，不过半个月前被辞退了。第3个是小鹏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，时过半年了。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单亲家庭，母子关系应该是不错的。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，小鹏特别瘦小，老被高年级欺负，他妈也是气汹汹的跑去学校找领导告状。不过他们什么时候关系变成这样了，我也不太清楚，现在很尴尬。这就是女大18变，儿大不由娘啊。这也是你不结婚的理由吧？我不想结婚，不代表我不想要孩子。你想要孩子呀？我想不想要孩子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我警告你，现在我们在工作，请你不要跟我扯闲篇儿。各位，咱们最好在警察找到董小鹏之前找到他，不然我们会很被动。可是我们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啊！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用 GPS 定位。
我可以用 GPS 定位反向追踪董小鹏常用的游戏账号，只要他上线，我这边就会有通知，然后根据 IP 地址就能查出他的下落。董小鹏在这儿。 松江区金水路网鱼网咖，你们俩在这盯着，随时监控董小鹏的行踪。他一旦换了地方，马上通知我们。明白？咱们走。哎，江大林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叶永福是不是你撞的？你说什么呢？谁是叶永福啊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能躲在这儿玩游戏，你心可真大呀！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沪 B T5788，干什么？这辆车把人都撞飞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玩游戏啊？你胡说什么？他什么时候飞了？他就是从那个助力车上睡。你诈我！叶永福现在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而且警方也一直在找你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说清楚。你谁呀？他叫魏哲，国内最著名的公关专家。你妈妈现在很着急，让我们来找你。多大点事儿？还公关专家？再说我又不是故意撞人，不就赔点钱吗？行了，既然我妈都找着你们，你们就跟她去谈，该赔多少赔多少，我就不管喽。董小鹏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你去自首吧。该赔多少赔多少钱，我自什么手啊？你俩也是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打扰我玩游戏啊！你干嘛？报警。董小鹏，你因为涉嫌肇事逃逸致人重伤，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留。哎，别！哎，你俩快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救我呀！快给她打电话！所以小鹏真的太过分了，他撞了人之后没打110，也没打120，不仅不把伤者送到医院，反倒是撒了一把钱扬长而去。他这么做是的，小鹏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董总，这不是错误，这是交通肇事逃逸，是违法。魏先生，严重了。警察已经定性了吗？已经结案了吗？我了解我儿子，他绝对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。如果小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我只需要去找律师谈就行了。可他不是。我们家是有社会影响的，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不只是我的名誉受损的问题，明通股份也会受到牵连。你们知道，股市的变化瞬息万千，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出去，股价就会跌得一塌糊涂。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，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去消除一些负面的影响，适当的增加一些正面的宣传。魏先生，请你一定要理解我，小鹏真的不是那种人，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我约了你好几次，你都说你没空，晚上没有时间啊，请你吃个饭。哦，那个回微信。
好意思啊。今天晚上我得加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师兄的电话吧？晚上有约会啊？我妈，天慧阿姨给我妈打电话了，说这个案子办成了，给我们的公关费翻倍。当事人叶永福，山西五镇人。3年前，因为儿子叶东烈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大学，随即也来到了上海打工。半年前，成为了著名外卖平台“一人3餐”的外卖员。事发当晚，叶永福接到了一单外卖，是送到青山新村，就在祁连路和梅村路路口的位置上。他无视红灯，违章试图穿过路口，刚好董小鹏右拐，因为没有来得及减速，正好撞上了叶永福的助动车。事情发生之后，董小鹏第一时间下车查看叶永福的伤情，随后2个人达成了口头协议。董小鹏留下钱之后就离开了现场。等等，你是说董小鹏和叶永福达成了口头协议？是的。也就是说，叶永福答应了私了？是的。请看董小鹏的证词。那天凌晨我有点急事儿，所以就开得快了点儿，但肯定没超速。在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，我不知为什么晃了一下，等我缓过神来，就已经跟那人撞上了。我一发现撞人，我就赶紧下车看，我看他还能动，我就问他你怎么样，行不行？你要是不行，我赶紧开车送你去医院。他说没事儿，让我给他点钱，私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看就行。所以我就把现金都给他了。哎，我是看他没事儿我才走的。救护车将叶永福送到医院后，他已经陷入了昏迷。这么看来，董小鹏不是肇事逃逸啊？当然不是，董小鹏就是违章驾驶以致伤人，绝对算不上肇事逃逸。董小鹏是无辜的，他现在已经取保候审了。叶永福这样的人啊，我见得多了，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。但这种案子到最后，其实最重要的，已经不是赔偿多少或者判刑轻重的事儿，而是要看舆论的倾向。对，所以现在你们这些公关专家，比我这个律师更有用。这个是几位证人的联系方式。董小鹏现在人在哪儿？他马上就到。找谁啊？找你。我不认识你啊。崔英俊是我丈夫。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需要换鞋吗？不用，谢谢。这个包你很喜欢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吗？别看上面贴着国际大牌的标，事实上是个 A 货，挺 low 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是，这个包是崔英俊送我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你的，你没必要说话这么讽刺吧？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啊？凭着几分姿色，就想不劳而获了？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来上海多久了？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是有家有丈夫的。孩子是谁的呀？我已经离婚3年了。离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看你的样子，不像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。你是个女人，你自己经历过的悲伤和痛苦，一定让另外一个女人同样经历一遍吗？
你知不知道破坏别人的婚姻是可耻的？你可以讲话不要这么恶毒吗？我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当初是崔英俊给我看了你们俩的离婚证，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的。那你想说明什么呢？你不相信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咱们当面对证。你不用给他打，崔英俊很快就会和你说明这一切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把手机收起来！这是我的家，请你赶快离开。你的家？这房子是崔英俊给你租的吧？你不用否认，我看过账单了。不然你认为我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？到现在为止，我和他还是合法的夫妻，所以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有一半是属于我的。对不起，在我的家里，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如果我不愿意，我就不走。你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对你、对天慧阿姨都非常不利。所以，魏哲建议，你虽然已经被放出来了，但必须保持低调，最好不要出门。为什么要躲呀？我是无辜的，我跟他已经私了了。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交通事故，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，是舆论对天慧阿姨、对明通股份的影响。你最好听我们的。放心，小鹏啊，一定会配合的。邓小鹏。如果严律师说的属实，第一，叶永福违章在先；第二，就像你说的，你和叶永福是在私下达成了口头协议以后留下钱才走的，是这样吗？是啊。啊，我就说嘛，这里头啊一定是有误会的。小鹏啊，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啊。那好。我还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那天凌晨，你为什么把车开得那么快？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那是跑车，我一不留神就开快了。一不留神？啊，那天呀，我们俩吵架了，我让他陪我呀去参加一个活动，他不愿意去，然后我就骂了他，所以呢，他一生气就跑出去了。OK。第二个问题。那天在网吧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你和叶永福已经私了了？我那会儿都被你们问懵了，后来警察都来了，我上哪有时间说这个去？为什么把车牌摘了藏起来？我害怕呗，毕竟是撞人了。我其实那会儿就是头脑一热，心里有点虚。哎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前干了挺多不靠谱的事儿，可是这次我是真的跟叶永福私了了。他同意了我才走的，你们得相信我呀。江达林，咱们俩小学就是同学，我是那撒谎的人吗？现在不是我们信不信的问题，而是你如何让大众相信你董小鹏没有撒谎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再玩游戏了。你的游戏 ID 已经被曝光，只要一上线，网友就会关注。最近绝对不可以在网上留下任何的痕迹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你对我们诚实。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。当时的情况嘛，律师也问过了，记者也采访过了，现在你们又来问我。是这样，您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您看到司机从车上下来后，对受害者实施救助了吗？救助了，他当时就蹲在那个外卖员的旁边，不然我不好走的。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？当时司机拿着一摞钞票数给那个外卖员，那我想大概是2个人谈好价格了就没事了。谁晓得后来这个外卖员又昏倒过去了。谢谢你，刘东先生。不客气。我们到的时候，那个人是醒着的，眼睛是睁着，但意识已经不清楚了。哎，小刘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我们上次接的那个被跑车撞的那个外卖员，他是不是醒着呢？好像是醒的。哦，对，是醒着的。
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这些问题都已经采访过了呀。你们去网上看新闻好了。董小鹏取保候审的稿子，你们能不能缓一缓再发？我知道，但我建议你们的立场可以再客观一点、公正一点。案情还不明朗呢。好的，你们不要再催了，我们正在收集相关的材料，稍后一定会对外公布正式声明的。我不需要水军，我要的是水淹七军。你赶紧给我想办法把这热度给我降下去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有些网友很喜欢自说自话，提前审判，这样不公平啊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啊，师兄你怎么来了？每次约你，你都说你忙要加班，所以我这次就不请自来，慰问一下。啊，这是我师兄谭金凯，路易斯安东。师兄好。师兄好。你们好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带的宵夜，慢用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你们先忙。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最近特别忙，所以每次约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时间。没事儿，我理解。你跟我不一样，我呢是个公司的小职员，每天朝9晚5，时间有的是。可你是公司的总裁，事儿那么多，肯定身不由己啊。挖苦我是吧？关于总裁这件事情，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解释一下。那天我们在飞扬集团的时候，不用解释了，你这么做呢，肯定是有你自己的道理。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孩。你看，从前在辩论赛上输给我的小学妹，如今是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老板，真好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给你打工啊？你还说你故意的是吧？没有啊。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谢谢。That man who can speak 2 languages, we call him bilingual, right? Yes. And that man who can speak 3 languages, we call him Trilingual. That's so good. You're funny. She's hilarious. You have to marry her, and that is an order. 有个师兄师姐真好，晚上还有宵夜吃。我也要找个好师姐。不是个师兄就给送宵夜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老大。大林，我这儿来看看你。你这么忙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了啊。行，那我送送你。贝哲老师好。你好。走吧。特别感谢今天还买了这么多东西过来。谢什么呀？这不应该的吗？再见。拜拜。张总。啊？你那个师兄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他说他来看看我，给大家送点夜宵什么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蛋糕看起来还蛮好吃的，你吃一块啊？哎，坐这儿，咱们聊2句。我还有事儿呢。坐这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对你那个师兄到底了解多少？哦，怎么了？谭新凯，今年28岁，父亲是名矿工，母亲无业，
有时候会到菜市场打打零工。他考上大学以后，一共谈过2次恋爱。你在调查他？是的，我在调查他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是我的私生活。彭坤案发生以后，为什么会有人来公司泼油漆呢？为什么会在发布会上有这么多的记者当众在质疑你？难道这不应该是你父亲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也会侵害到你的私生活呢？你在发布会上说你爸爸是无辜的，那请问陷害你父亲的杜少坤，是不是你父亲的朋友？是不是因为你父亲的交友不慎，影响到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公司呢？请你记住，你是个总裁，你的私生活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。我调查他，是为了保护你。谢谢你，魏哲老师。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，现在都做了什么事情，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你别再调查他了。怎么样？这里漂亮吗？漂亮啊！开心吗？开心。你今天好美啊！谢谢。今晚就留在我这儿好吗？Sorry 啊，你不早说，我晚上还约了朋友的。你这么晚还约了朋友？是啊。我能问一下是什么朋友吗？我谁都没有约，但我就是不想留下来。谁让他之前叫我走的？现在求我留下来，哼，晚了。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。你是没看到他那个表情啊？我现在光是想想就觉得爽。哎，你这是谈恋爱还是斗心眼啊？不懂了吧？谈恋爱就是要斗心眼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玩嘛。真的是搞不懂你们这些人怎么想。好了，不要说我了，赶紧汇报一下你的情况。你的谭师兄下了班还不辞辛苦的给你送甜品，而且还是网红店的，你还敢说他没在追你？哎呀，真的没有，我们俩之前就约的要一起吃一次饭。那我最近不是忙嘛，所以他就顺路来看了我一下。顺路？我没记错的话呢，那家店离你公司有10几公里，而且光排队就要2个小时，这叫顺路呀？我看你心里早就乐开花了吧？哎呀，你快点跟我讲一讲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当他出现在你公司的那一瞬间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惊喜？惊吓！我今天才知道，魏哲一直在调查谭新凯。啊？魏哲调查他干什么呀？魏哲对你有想法？什么？这可有意思了！你们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成三角关系了？什么三角关系啊！不要胡说八道！你这人怎么这么八卦的啦？赶紧吃饭。喂，师兄，你到家啦？我到了。那个蛋糕好吃吗？啊，这个蛋糕啊，一共4种口味。我呢，特意选了个樱桃味的，据说是最受欢迎的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啊，我挺喜欢的，谢谢哈。不客气。哦，对了，这周5有一个校友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加？
校友会啊，我去合适吗？瞧你说的，怎么能不合适呢？像你这种成功人士，那一定是校友会上的闪耀明星。你这么着，你要不介意的话，师兄我给你当保镖，怎么样？一定要去，你可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啊！我去不去啊？去，当然去了。当明星干嘛不去？谁管辛苦？那好吧，那我就去。那行，这周5不见不散，怎么样？周5见。周5你陪我一起去。你想什么呢？不，校友会肯定有很多我们的同学都去啊。我才不去当电灯泡。豪车撞坏外卖员事件，目前有了新的进展。外卖员叶永福至今在医院昏迷不醒，而肇事者董某也因肇事逃逸证据不足，昨天下午已被警方允许取保候审，但警方仍在进一步对此案件进行调查取证。大量网友发表了不同意见和质疑，相关情况我们也会追踪报道。我们费尽心思，总算是让这条新闻没上热搜，但在本地论坛上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儿。而本地论坛发布的带视频的微博转发量也已经超过了3万。朋友圈还有人在转发。我早上坐地铁来公司，很多人都在聊这件事儿，说董小鹏见死不救，丧心病狂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人人都是自媒体，想要压住一条新闻，根本不可能。这都是因为董小鹏的身份，明通股份总裁的儿子，开的又是豪车，你换一个开破车的撞了试试？Stella， 有件急事要找你帮忙。你说。是这样，现在舆论对董小鹏非常不利，我们一方面要降温，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安抚受害人，不能再出任何乱子。现在叶永福在第一医院接受治疗，我记得你以前在第一医院做过公益活动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打个招呼，把叶永福安排到单人特护病房，这样受害人家属心情会好一些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你病了？没事儿，那就这样啊，拜拜。老大，有关叶永福在昏迷前同意和董小鹏私了的消息，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出去了，初步的舆论铺垫已经做好了。安东，我们提炼出了开豪车不代表为富不仁、拒绝道德绑架、财富不是原罪等新的标题，发布出去后效果非常不错。本来网络上一面倒都是指责董小鹏的，现在已经有30%左右的网友认同我们的观点。很好，理性的声音在增长。如果再把这个发出去，事情也许就会有转机。大家好，我叫董小鹏，我就是那个在网上被骂为富不仁的豪车司机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为我自己的考虑不周和自私感到深深的自责。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有事要急着离开，我也就不会答应叶叔叔提出的私了。虽然当时他意识很清醒，但我还是应该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在此，我诚心的向叶永福叔叔和他的家人道歉，对不起。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还认识我们院长啊，还能让他给你调到这间特护病房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间病房，可不是有钱就能住的。我是社会调查记者赵明，对于你父亲被撞伤主动提出私了这件事儿，你怎么看？我爸没有提出私了，那都是董小鹏的一面之词。你父亲重伤需要支付大笔的医药费，你会不会向董小鹏提出巨额赔偿？董小鹏是明通股份总裁董天惠的儿子，也和你是同龄人。对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会不会因此而愤愤不平？他是谁的孩子，我不关心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现在只知道我爸还躺在病床上没醒过来呢。我希望你们别打扰他，要挖新闻到别处挖去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公众有知情权，我们需要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你们这些记者就知道帮董小鹏这样的有钱人说话，他说什么你们信什么啊？你别拍了，听见了吗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把手松开！你再拍我给你砸了，信不信？你就拍了，你砸一个试试。
冷静啦，知道自己错了吧？我没错，我来找你就是告诉你，董小鹏他在撒谎。我以为你是来感谢我的。单人特护病房真的很难进的。我为什么要感谢你？你是董小鹏家里请来的公关，你比我更不希望这件事引起大家的关注，所以帮我，等于在帮你们自己。你们这些做公关的，为了帮有钱人洗白，不惜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很无耻。叶东烈，你有情绪，我很理解。可也请你想想，站在你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？你说董小鹏撒谎，你有证据吗？我爸不可能贪他那几个臭钱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怎么证明你说的就不是一面之词呢？天底下的父母为了孩子做什么都可以，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。难道你爸爸就不可能为了钱选择私了吗？你上大学需要很多钱的。我不信，他不可能这么做。你不是不信，你是不敢信。你不愿意看到你爸爸很有可能为了要更多的钱供你上大学，选择私了。你胡说！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爸？人总是要长大的，等你长大了，就没有人会哄着你、顺着你，你要独自面对真相。好好休息一下，冷静冷静。深蓝色，怎么不直接给我来一黑色？太土了。这样稳重。我不喜欢这个，一点也不酷。你是去道歉的，不是去作秀的。人家不希望看见你穿的又帅又潇洒。对他们都希望我衰，是吧？行，只要能让这事快点了结，我穿什么都行。把这双鞋换上。我不是都道过歉了吗？视频都录了，干嘛还得到医院再道一回歉呢？道歉是分步走的，视频道歉是针对网友的，对待受害人必须去当面道歉，才显得有诚意。听女的，哎，那个送外卖的还没醒呢，是吧？是的。你说他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了？那你就麻烦了，他要是醒不过来，就没人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了。那也没人能证明我说的就是假的。你这都多此一举，你就应该直接找那兴业的聊价格。他们这帮人每次都这样，开始义愤填膺、喊打喊杀，到最后都是为了钱。我求你，赶紧给他点钱，这事儿也就算完了，别老成天这么折磨我。太恶心了。现在看起来起码不像个坏人。高鹏，病房就别进去了。那你让我跟你来干嘛？总觉得哪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怎么了？你去帮我查一下董小鹏那辆车的违章记录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他要是醒不过来，就没人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了。那也没人能证明我说的就是假的。你就应该直接找那兴业的聊价格。他们这帮人每次都这样。我在公司跟董小鹏聊天，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。你现在就去查一下。知道了。叶东烈，你好。我是 DR 传播的魏哲，
我带着董小鹏来给你道歉了。出去。叶东烈，董小鹏是真心实意来给你道歉的。我不接受，他道歉我不接受，你叫他出去。咱们冷静点行吗？你看，叔叔还在这躺着呢，咱们在叔叔面前这么大吵大嚷的，也不太合适吧？我是 DR 传播的魏哲，我带着董小鹏来给你道歉了。出去。叶东烈，董小鹏是真心实意来给你道歉的。我不接受，他道歉我不接受，你叫他出去。咱们冷静点行吗？你看，叔叔还在这躺着呢，咱们在叔叔面前这么大吵大嚷的，也不太合适吧？你也给我出去！董小鹏，我告诉你，我叶东烈这一辈子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不仅把我爸撞成这样，还到网上去造我爸的谣，往我爸身上泼脏水，你是人吗？你简直就是王八蛋！你骂谁呢？给脸不要了是吧？张鹏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来给你道歉是给你面子，别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！我根本我就……叶东烈，闭嘴！咱们冷静点行不行？冷静点。你告诉我，刚才你说我们在网上造谣，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演戏呢？这些帖子是你们 DR 传播帮他发的吧？收了他的钱，就跟他合起伙来撒谎骗人，表面上跟我来道歉，背地里头去诬陷我爸。你们真的没一个好东西，给我滚蛋！你们两个都给我滚蛋！滚啊！我早说不来了，你看他那个样啊，简直是要把我吃了。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拦着，他真没准把我打死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干的吗？哎，什么呀？是个帖子就赖我呀？我听说有人昨天晚上接了笔大买卖，顺手还给我发了个付款截图，一出手就是3万块，挺大方呀。什么呀？我凭什么给3万块钱？我脑子有病啊！微信的头像是你吗？啊，对，是我的，怎么了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不要在网上留下任何的印记。谁让你去买水军骂人的？我没瞎说。再说那不都是你说的，叶永福要钱不要命，这不都是你的原话吗？我现在说你是个傻蛋，这也是原话。你找水军去发去。你骂谁呢？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公关专家就跟我在这指手画脚的了。要不是看在我妈的份上，要不是你妈这案子，我根本就不接。明明做错事了，在这振振有词，不知好歹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要找叶东烈谈和解？你知不知道叶东烈对你现在是恨之入骨？你这么做我怎么谈？你要不想谈和解，没问题，你继续去买水军，到网上去骂人，我一点也不拦着你。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做这些事儿之前，先去问问你的律师，如果不能庭外和解，你需要坐几年牢。董小鹏是在2011年4月拿到的驾照，第一次出车祸是同年6月，他撞了人，赔了人家50万。2015年，他把一辆小货车撞进了水库，幸亏人没死，赔了80万。第3次就是去年，违章追尾一辆出租车，还把后排的乘客撞骨折了，赔了15万。另外还有很多违章记录，这是从交管局提取的复印件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董小鹏挂在嘴上的话是，他们都是拿钱走人，他习惯了拿钱解决问题，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在出事后不是第一时间送人上医院，而是想拿钱私了。这些肇事记录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董小鹏他是马路杀手，也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不够细致。但就凭这几次事故来推断，这一次他还会用同样的思维来解决问题，甚至于撒谎来掩盖真相，你们是不是太武断了？警方那边也在彻查此事，所以我现在需要董小鹏跟我说真话。严总，这份资料您再看一下吧。
实景魔术的创意，艾文很喜欢，我个人也觉得很不错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艾文面前极力推荐你们的。谢谢严总。一点小事儿，有什么好客气的？艾伦那边还会有什么其他要求吗？有我在，你还用考虑这些吗？是的。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可以呀。谢谢你，严总。哪里，别客气啊。走了。慢走。好。严总。嗨。久等了。那个是 DL 的抒情吧？是啊。严总啊，您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吧？把两家放在一起比较，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，你说是吧？您直说吧，有什么条件？你炒股票吗？怎么严总对炒股票感兴趣？也不是什么兴趣，就是理财嘛。之前我买了几只股票、基金，早先还买了点期货。不过最近我听说好像流行做股权投资，这我倒是蛮感兴趣的。你有什么好的公司推荐吗？明白了，股权投资。您说这些话，我一定都给袁总带到。你父亲所有的治疗费用由我们来承担。另外，董家愿意再拿出100万作为额外赔偿，可以一次性付清，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同意庭外和解。我不同意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骂你也骂够了，气也出够了，总得有个明确的态度吧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走吧。事情闹到今天这一步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特别难受，我非常的理解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抛开情绪的因素，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江达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到现在你还怀疑我？你是不是朋友啊？就因为是朋友，我才来找你说的。如果你真的撒谎了，你现在就去找警察，主动坦白，知道吗？有病吧你！啊，合着法院没判我，你先给我判了。我们查过你的违章记录，你出车祸撞人也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是，我是出过几次车祸，可我跑过吗？我哪次不是认罚赔钱呢？你找水军黑夜有福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问题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江达林，别人不了解我、怀疑我也就算了，你也怀疑我？真相和清白都救不了你爸，你就算把董小鹏送进监狱，让他血债血还，你爸能马上从床上坐起来吗？我认为你现在应该想的是，怎么样能让你爸得到最妥当的安置和照顾。你现在最需要的是钱。没错，我们是穷人，我们是需要钱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可以拿钱来任意摆布我们的人生。我跟你说了，董小鹏他撒谎，我一定让他坐牢。可以啊，法律是很公平的，也是很无情的。法律不会因为你父亲躺在病床上就会多给你100万，这是我们从道义上给你最大的赔偿了。100万，不仅可以让你父亲更好的康复，还可以给你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，这不比真相更管用吗？我问你，如果你爸爸被撞了，多少钱能够让你原谅一个人在撞倒你父亲之后不施救、不报警、扬长而去？多少钱能够让你接受一个人明明可以把你父亲送去及时治疗，而因为没有治疗，现在可能变成植物人？多少钱能够让你放弃骨气、放弃尊严？100万、1000万，还是1个亿？我要是骗你，我游戏排名一辈子垫底儿。幼稚，不够狠是吧？我发誓，我要是骗你，我出门让车撞死。江达林，
江总裁，我的江大法官，你就别这个眼神看我了，行不行？你从小一这么看我，我心里就哆嗦。我都发这么毒的誓了，你就不能盼点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你们不让我干什么，我坚决不干，行了吧？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帮你的。打官司，那是一件多么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呢？而且如果没有人帮你，你很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甚至会荒废你的学业，荒废你的前途。你说你父亲每天起早贪黑、风吹日晒的送外卖，他为了什么呢？他不就是为了你能顺利地完成学业，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这就是他的心愿呀。为了他的心愿，为了他能够更好的康复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，尽快地了结此事。没关系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喂，魏哲。Stella， 我刚刚和叶东烈谈完，很艰难，我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。我在想，能不能请你出面跟他谈谈关于和解的事情？你认为他对我就没有敌意吗？因为上次他父亲转单人特护病房的事儿是你帮的忙，所以我觉得他对你的印象能好点。那我试试吧。好的，谢谢。拜拜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太忙了，所以忘了。没事儿，你是第二楼总裁，你肯定有好多事儿需要办嘛。其实你不愿意来可以不来的。没有，我挺愿意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学校的聚会，都没有人叫我。我们说的校友聚会呢，就是在上海漂的一些同学，简单的聚一聚。那你是第二楼总裁，谁敢劳烦你？我也就随便问问。哎，没想到你还真答应了。骂人！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师妹了？当然了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师妹。哎，大李，我想问一下，像你这么单纯的女孩，有没有人骗过你？当然有啊！你知道吗？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，我的房东骗了我大半年的水电费呢。如果你知道有人骗你了，你会生气吗？必须不能原谅。每次被骗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像个傻子一样。不过呢，如果是善意的谎言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房东拿着骗我的钱去做慈善了，我心里说不动。善意的话，就放心了。嗯，放心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随便说说。吃饭了吗？你干嘛来了？替前面人打圆场来了？我说我不是，你肯定也不相信呢。帖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是专门过来跟你解释的。我不需要你解释。
舆论是无法控制的。不过，请你相信，那些帖子真的不是我们发的。我们想要跟你和解啊！我不想跟你们和解。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那么愿意给自己树敌的人。我可不想成为你的敌人。你这个样子，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，可怎么办呢？我会写程序，我不用去社会上，也能养活我自己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你晚上要陪夜，白天应该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你要是休息不好，晚上怎么有精力照顾你爸爸？再说了，这个房间里没个插线板，你电脑很快就没电了吧？到时候你怎么写代码？你别以为你这样对我，我就会心软。我绝对不会原谅董小鹏的。你想多了，我是来表达善意的。至于你接受不接受，随你。我在外面等你。洗衣液、香皂什么的都买完了，待会儿找一个大的超市买2个脸盆，一个洗脸，一个洗脚。这不需要脸盆。不是给你用的，是给你爸爸用的。还需要买几条毛巾，干纸巾、湿纸巾，我给你写下来吧。保温杯。我给你留点现金。我不要你的钱。那这样，待会儿你买了东西记得开发票，发票抬头写这个。你好好休息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你咳嗽，可以试着含一个姜片，这么大，别太厚，含着就行。谢谢。同学们呢？对不起啊，我编了一个拙劣的谎言，把你骗到这儿来了。所以你会在车里问我那些是吧？是，我怕我没有勇气说出来，所以我特意置办了这样的场合。这里只有咱们2个人。
这个是我送你的999朵玫瑰，代表着我对你的心意。那我有点害怕。老婆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请你原谅我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他联系了。中年危机，我现在就是中年危机。在酒店，我得看着别人的脸色混日子，还要靠着自己老婆帮忙，我才能混下去。我心里什么滋味？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我抑郁啊！我真抑郁！我跟你说，人抑郁起来以后，他就想自杀，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就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对，你就当我行为失常好不好？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你们女人不都是有更年期吗？当我是男人更年期提前了，好不好？你还记得6年前的今天吗？那是我第一次在辩论台上见到你，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女孩好强心怎么这么大呀？咄咄逼人的，但是她又有点古灵精怪，挺可爱的。结果我见到你的第一面，就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。很多次我在梦里都能看见你用那犀利的眼神在注视着我。说实话，跟你分开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着你。我每次都能想起咱们的那场辩论赛，我觉得这是老天特意安排的。你很得意吧？赢了我一场，还想一直做美梦啊？是，那次我是赢了，但是我是赢在了强词夺理上。所以，我今天想放弃我外在所有的东西，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愿意听吗？我们去旅游，我们还去马尔代夫。对，去过了。我们去埃及，我带你去看金字塔，让法老跟木乃伊见证我们之间的爱情。老婆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你这一声不吭的，我这心里没底啊。你骂骂我，要不你打我。你说完了吗？来，打吧。我们分居吧。分居？你是想跟我离婚吧？你不是已经跟我离婚了吗？连离婚证都做好了。是不是那个女人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婆，她跟你说什么，你千万不要信。这个女人心机，她太深了。她刚开始，她只是说想跟我做好朋友，我觉得做好朋友无所谓啊。
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后面他就变味儿了，他逼我离婚，他吃安眠药，他要跳楼。我真的是实在没办法，我看他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，他太可怜了。我就是一时良心发现，我才做了个假证给他看一看。你良心发现？我发誓，我崔英俊从来都没有想跟你离婚过。我骗你的话，我出门的时候撞死。你想不想跟我离婚不重要了，现在我想跟你离婚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，我要不要这么做。但是既然老天让咱们重逢了，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必须要试试。我知道咱们地位悬殊很大，但是我无所畏惧，我很努力。我从一个小地方一个人打拼到大城市，这就足可以证明我不怕辛苦，我有能力改变我自己的人生，我也可以让我爱的人幸福一辈子。所以，我今天把你骗到这儿来，我也想听听你的心里话。即便是失败了，我也不觉得丢人。崔英俊，你搬出去吧。我搬出去？对，你搬出去，我们都冷静冷静。这戏啊，这是陆家嘴啊！我搬出去，我凭什么搬出去？我为什么搬出去啊？我在陆家嘴，我在这儿我已经睡习惯了，我搬到别的地方我睡不着觉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四民警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小三，不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，你也很大部分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人家老婆是怎么做的，你这是怎么做的？我是怎么伺候你的？做饭洗衣服我就不要求你了。你连个笑脸都不给我，一亲这脸我就更上火。你自己好好照照镜子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看你的脸我就不行，我浑身都不行，我哪儿都不行。你记不记得去年你说要孩子，为什么没要上？我实话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张脸，我被你这张脸吓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搬，我搬。你就一个人待在陆家嘴。江大林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没事儿，你好好想，你慢慢想，反正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不怕继续再等下去。期待是美好的，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。
驻安豪国际。谢谢。哎，哎，你什么情况？你住酒店了？我搬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没忍住，跟他吵了一架。这些都是崔英俊出轨的最新证据。 我1分钟都不能等了，你拿着他们，赶快帮我把婚给离了吧。行，我去办。你还好吧？少喝点酒。 回来了，你吓死我了！一声不吭，像鬼一样坐在那儿。干嘛？没去会啊？去了，没劲，提前回来了。怎么还吃泡面啊？跟李斯特生气了是吗？哼，比那个更过分。吃饭的时候，房东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把房子给卖了。我可是签了1年的合同呀，他这分明就是违约嘛！我在电话里跟房东一直在吵架，李斯特从头听到了尾。可结果我挂了电话，你猜人家怎么着？你快猜猜。你有在猜吗？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，江大林？听了。你不是说你是不是又被房东赶出去了？好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跟谭鑫凯去了趟校友会，魂儿还没有回来呢呀！重色轻友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。他跟我表白了，他让我给他做女朋友。什么？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校友会，都是他的借口。他把我带到一个很大的会所，到处都是蜡烛啊、灯光啊、气球什么的，而且还有一个人弹钢琴。最重要的是，999朵玫瑰摆成一个心的形状。哇，我都傻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浪漫了。答应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想好。这有什么好想的？先答应啊！闲着也是闲着嘛。什么叫闲着也是闲着？怎么答应啊？我给你算笔账啊，租个会所，就算位置再差，一次也要几千块钱的，再加上布置、买花，把花送过去的运费，七七八八加在一起，打个8、5折，也要2万块。他现在也就是个市场部的经理，一个月工资撑死3万。为了跟你告白，可能他下个月就得去喝西北风了。太有诚意了！好了，一个事儿到你嘴里全是钱呀，这一点浪漫幻想都没有了。怎么没个男人对我这么好呀？
老叶可是我们公司的好员工啊，顾客对他的评价都很高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来，拍个照啊！这是干嘛呀？拍这张照片留个资料。我们根本不相信老爷会主动提出私了。老爷是什么人啊？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。我们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，不能因为他是个外卖员，就随便让别人欺负。谢谢。小叶啊，你是个大学生，又不是本地人，社会经验不足，千万别轻易答应和解。像董小鹏这样的人，就应该得到严惩，应该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你只要出一份授权，我就让公司的律师帮你打这场官司，一定跟董小鹏斗争到底。钱方面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公司会承担所有的费用，你1分钱都不用出的。不是，你看啊，今天啊，我把我们公司律师都带来了。一人三餐徐斌在他们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示，不管董小鹏是什么来头，都会将这件事情追究到底。这条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00万。从一人三餐发声明说要跟董小鹏死磕到现在，不到2小时，一人三餐的微博搜索指数已经急速上涨20多倍。而明通股份的股价本来最近是随着大盘一路看涨，这个微博一发，居然跌了1.2%。从叶永福被撞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一人三餐一声不吭。现在我们已经为叶永福重新调换了病房，也在努力的劝和中。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？中间有什么猫腻吗？老大，我们已经查过了。最近一人三餐被爆出存在大量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内幕，工商部门正在调查中。昨天之前，本来网络上还有控诉一人三餐卫生问题的新闻，结果他们一发微博，这些新闻居然消失了一大半，现在都变成一人三餐力挺叶东烈了。所以我们认为，一人三餐的行为很明显是在转移舆论的注意力，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。喂，怎么了，魏哲？Stella， 有件事情还得麻烦你一下。董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个一人三餐就是为了蹭热度。我不管一人三餐要干什么，这件事如果再闹下去，明通的股价就会继续受到影响，我在董事会的日子也会更难过。明通的股价每跌1个点，你知道我们会损失多少钱吗？这件事拖了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，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对不起，董总，也许是我们给叶家开出的条件还不够丰厚，要不然价码再提升一些，我再去找叶东烈谈一谈。你觉得还有用吗？叶东烈如果是为了钱，他早就狮子大开口了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一人三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他们是冲着人来的。你知道董事会的那些人个个都拎着刀，就等着我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发话了，如果小鹏的事被认定是交通肇事逃逸，我立刻引咎辞职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了吧？我懂了，我会尽快和 DL 那边沟通一下。有些事儿 DL 做不了，只能你去做。你是我们家的私人律师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花多少钱，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平息下去。你记住，保住小鹏，就是保住我，保住明通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想见到你们第二公司任何人。我不代表我公司，今天我代表我自己来。我来谢谢你，上次你教给我那个方子真的很管用，我嗓子好多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你去了，也许会改变你的看法。